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《基督徒》这本书导读的第9啊。之前我们导读到第8的时候，跟各位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盐一罐水是盐跟糖跟水哈。那我们要说一些其他的故事哈。那今天其实要跟各位讲很有趣是，除了浓度以外，还有等级差异、萃取方式、许多资讯没有出现在成分表上哈。那先讲一个我们知道的案子吧哈。这个是我们跟他常惯用的一个品牌哈，叫恒萃嘛，大家知道叫安定滋养霜。你可以发现这个是在台湾某个好像叫 COSDMA 吧的那个网站上抓下来的图哈。那你会发现，你看它大部分都是安全，然后有2个是不安全的。好，这时候我要跟各位聊以这个案子，因为讲我们认识的产品比较不得罪人哈。我们来看好了，就是我们说，比如说我们来选它最安全的哈，我们就这样soy protein 好了，大豆蛋白，大豆蛋白总没有问题吧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当做乳化剂，大家这样看哈，就这样思考这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故事哈，就是说你到市场去买了1公斤的黄豆，其中有1000颗黄豆，然后有950颗是好的，50颗是烂的，然后卖台币100块钱。好吧，这样我们叫95% 的纯度啦，因为50颗是烂的。另外一家是990颗是好的，10颗是烂的，我们叫99% 的纯度，卖台币1000块钱。我重新讲一遍，你目前可以买到2种黄豆，2个黄豆等级一模一样，只是它们的纯度不一样。一个是95% 的，卖100块钱；一个是99% 的，卖1000块钱。你猜正常人会买哪一个？正常人基本上会去买95的，因为他会觉得说，好奇怪，我花100块钱可以买到950颗，可是我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990颗，那白痴才会去买1000块钱，对吧？我们把场景再换一下，现在我们把这些黄豆都打成豆浆了，就是99% 的黄豆豆浆算你1000块钱，95% 的黄豆豆浆算你100块钱，然后你会买哪一个？想象一下，我们在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下，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喝的豆浆是90%以下，就是97、96、95，他就会死亡。你猜他去喝99% 豆浆会不会死亡？不会。可是他去喝95% 豆浆会不会死亡？会。因此，这时候100块钱跟1000块钱，它的差异就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95跟99这2个数字，可是真正的毒物学看到的是5% 的不纯净度跟1% 的不纯净度。我没有要告诉各位任何事情哈，我只是拿个比方哈，因为讲的再深一点的，我想各位也听不懂，我也讲不出来哈。就是第一个要跟各位讲，所谓的原料，我们就说，比如说 sodium protein， 这里头有写 percentage 吗？没有，我们上集已经讲过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比例，比如说它可能是 pure water 99.9999999，下面全部合起来0.0000001，你觉得你在买什么？你在买水，这样听得懂吗？然后第一个，它这个成分表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的比例。好，第二个，这个成分表完全没有告诉你等级。难道只有它吗？没有，所有的成分表都这样。如果你去市面上看，你去学所谓的成分表，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没有看到等级。我们再来看这个防腐剂的危险，哈，这个危险是这个厂商说的哈。可是我现在问，第一个 propylparaben 到底危不危险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现在太多市面上的那个。有人在讲正，有人在讲反了，所以第一个你不要欺我，就也过分了。我不是听他讲话。然后呢，如果他只有0.00000000000000000000001%，你猜他真的有防腐效果吗？他如果连防腐效果都没有，你能够谈他的风险吗？他连防腐效果都没有，他要怎么谈风险呢？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讲的，今天要讲的故事，除了浓度以外，你还有等级的差异，你知道它用的是95% 还是99%？然后它的成分如果有20个，它每个都用95的，你不觉得它的风险是5+5+5+5+5+5+5，或者是5×5×5×5×5×5×5，比上1×1×1×1×1吗？就是说，自从 DIY 开始以后，许多病人会开始觉得说，反正你放玫瑰萃取，我自己也去买个玫瑰萃取这样。是啊，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可是你的玫瑰萃取跟人家的玫瑰萃取是不一样的。我没有认为人家的一定比较好，可是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事实嘛。然后萃取的方式，不同的萃取方式，它会产生不同的纯度、不同的浓度，甚至不同的风险。这许多讯息都没有出现在成分表上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真的可以告诉我说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吗？因此，
我们从大概3到9哈，讲这么久，要告诉各位就是说，不要去思考，不要以为你看得懂成分表，就表示你看得懂保养品。没有，你看得懂成分表，是表示厂商很诚实的告诉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厂商不诚实的告诉你？比如说像一些含水银的美白霜，效果很好，你猜厂商真的会在它的那个成分表上面写水银吗？反过来说，有一些厂商他宣称说他放了干细胞，我乱讲哦，他放了干细胞，他放了人参，他放了什么？他真的放了干细胞跟人参吗？成分表只是用来参考用。从临床医师来说，我们写《肌液乳》这本书，我们提倡肌肤监测，要告诉你，其实真正的反应就是皮肤的真实表现，细胞的真实表现，很简单的哦，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皮肤应该是油加水加角质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它应该正常的出油，最后它的皮肤应该变成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应该很健康的状态下出现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造成皮肤逐渐的萎缩、逐渐的破坏，就你把皮肤搞成这样，那这个保养品就一定是错的，这没什么好讨论，它就是错的，这样就是错的哈。所以肌肤监测这件事，其实告诉各位，我们要看细胞的真实反应哈。所以这本书我们慢慢想一下导读，我们会慢慢教各位看怎么初步的看肌肤监测的东西啊，那怎么基础的看这些东西。那基本上第1章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哈。那接下来的第2章我们要讲的说你的肌肤问题大概是怎么造成的，那这是下一个 chapter。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，谢谢各位。